在中国近代史有这样一个人物，在他的倡议下，建立了第一个近代兵工厂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，也是建造了中国第一艘造船厂，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兵工学堂，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，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。他就是曾国藩，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。这里是曾国藩在湖南的老家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曾国藩的故居，以及讲一下他的故事。曾国藩相信大家都有所熟悉，有所了解，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，也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。另外三个呢是李鸿章、左宗棠和张之洞，其中呢李鸿章和左宗棠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他们算是曾国藩的学生。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影响力。那也有一些人呢对他褒贬不一，因为他也被称之为是曾剃头。曾国藩的故居就在前方那个山脚下面，不光是在空中看还是在底下看，这个位置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遵循了我们常说的建房子一定要选择一个风水好的地方，这里呢同样是如此。我们都知道曾国藩的成就比较高，他也算是一个风水师。从空中的画面明显的可以看到，他这个房屋呢在一个山脚下面，背靠山，前面还有个祠堂，在前面呢还有一大片的农田，从而说这里不管怎么样怎么看位置都是很好的。现在我们往故居外边走一走，夏天来到这一块应该是非常漂亮的，到处都是荷花，面积是非常大呀。在这房屋门口有一个大大的帅字旗，这主要是由于曾国藩他是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，当时南方的军政大权都算是掌握在他手里，太平天国也是他镇压下去的，称之为曾大帅嘛，是一方诸侯称得上。后面他自己也被封侯了，从而说这里呢就放了一个帅字旗，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啊。在帅字旗和房屋的旁边有一个水塘，有点像半月形，占地达到8000余平方非常大，称之为半月塘。这个水非常清澈，这个也是这一座大院风水的体现嘛。特别是在南方很多房屋不远处呢，或者说门口有河流有小溪，而这里呢就搞了一个水塘，明显也算是一种风水的体现了。由于这个大院正前方是祠堂，没有道路，它只能通过东西方向进出，这里称之为宅西门。现在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通道，我估计当时这座大院修建起来的时候，曾家有人在这里居住，门口一定是有保卫人员，因为曾国藩那个时候身份已经不一样了。这一座大院叫做富后堂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就是大门了，上面院落的名字和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明显不一样，写的是义永侯第。这是由于曾国藩当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他是以军功受封侯爵，就和我们平时了解的那个什么官员身份是不一样的。关于他的身份如果按照清政府的承诺，实际来讲是不止侯爵的，只不过有一些原因改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再细说。进来了，这里面的建筑非常气派呀，可以看到有2个大的草坪，这个叫内坪，前方呢就是主体建筑，非常长是砖木结构的，应该说砖是占多数的，这就证明当时他们家族财力非常雄厚如果财力不雄厚，是用不了这么多砖的，也用不起这么多砖。前方是主体建筑，中间呢是一个草坪，非常大。我后面呢算是院墙，这样组合起来呢就是四合院。在两边呢还有角楼，这个算是藏书的地方。曾国藩家族对教育非常重视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有一个曾文正家书，就是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有一套。
整个呢，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个文化非常高的人。那他们家族呢，就藏书非常多，曾国藩藏书比较多，然后呢，他的儿子也是藏书比较多。据说当时呢，他们家族好像还称之为是中国第一藏书家族。在这里呀，有一些关于曾国藩的介绍。他是出生于1811年，去世于1872年，总共是活了62岁。湖南双峰县人，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洋务运动的先驱，又是著名的理学家、文学家，他的身份非常多啊。我们一般说到曾国藩，大家印象最深，他就是镇压太平天国，以平太平天国的军功封一等侯爵，这个在清王朝能够封爵的人还是比较少的。历任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啊是非常高。那实际的话，他并不是一帆风顺。他在小时候啊，并不聪明，甚至说可能有点笨，非常普通。他考秀才的时候考了7年，从16岁开始考秀才，一直到了23岁才考中了。28岁，曾国藩在北京考中进士。30岁进入了翰林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。曾国藩的为官生涯总共是大概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30岁到42岁，一直呢是在京城。然后43岁到54岁呢，是组建湘军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。后面呢是当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，一直呢到62岁去世，他是在任去世的。曾国藩在那个时代是最有影响力的官员。曾国藩早期在京城当官呢，可以说是一帆风顺，和他小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在30岁进入翰林，他可以说呢是一脚迈入了后备队伍，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，那个翰林基本上是通往核心权力层的一个必要阶段。皇帝呢也是知道这些人物的，因为算是精英嘛。而到了他39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了，相当于是副部级干部。而在第2年的话，40岁，他又兼任了工部侍郎、兵部侍郎，这都是中央的核心部门的。到了41岁的时候，他又兼任刑部的左侍郎，也就是大概在差不多4、5年的时间，他中央6部只有户部没兼任过，其他他都转了一圈。就证明当时他在上层地位还是很高的，能力比较强，要不然不可能经过这么多部门的历练。在他42岁的时候，任江西乡试主考官，当时到了安徽，结果听到家里母亲去世了，于是呢就回家奔丧。正常来讲的话，曾国藩他当官后面的话会越来越顺利，很有可能呢进入军机处。这个时候他的命运转折点来了，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。曾国藩第一部分仕途生涯在北京已经结束了，那差不多就来到了他的第2部分，平定太平天国时期，也是由文转武的时期。在他43岁的时候，他接到朝廷的旨意，让他呢在湖南帮忙团练，因为太平天国可以说是势如破竹，形势呢非常严峻。曾国藩呢作为清政府上层的算是小核心成员，他自己呢又是地主乡绅的代表，他肯定呢也是害怕太平天国嘛。于是呢他就开始组建湘军，训练部队，筹建水师等等。到了40岁的时候，他就奉命出征太平军。结果啊，一开始呢是没有经历过战争嘛，是屡战屡败，自己呢还想那个自杀，只不过呢是获救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曾国藩呢也算是拼尽全力，他把自己的几兄弟也带出来了，有1、2个兄弟好像还是战死在沙场。尽管说是屡战屡败，他也毫不气馁，继续坚持，继续进行战斗。最终呢，在他54岁的时候，攻陷了天津，也就是南京。太平天国运动呢宣告失败。那太平天国被平定了，曾国藩的功劳是非常大的。在咸丰时期啊，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就是说谁能平定太平天国，就加封一姓王。
当然，皇帝是这样说法的，那些大臣可能没有当真，因为自古以来封异姓王的下场都不是很好。清朝呢，只有在早年封过异姓王吴三桂，结果后面还花了大功夫才把它搞定。那在这个时候封异姓王呢，也不可能。那不封异姓王，正常来讲是要封公爵的。结果呢，当时的朝廷慈禧还有恭亲王担心曾国藩会影响他们统治，公爵他们也不想封，于是呢，他们就想了一招，封曾国藩为侯爵，封曾国藩的弟弟为伯爵，等于呢是把公爵一分为二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是抑制了曾国藩的那个势头或者是威望。主要的原因还是曾国藩是汉臣，你如果说曾国藩是满臣或者是满人，他封公爵或者封异姓王，朝廷可能都会同意。但偏偏呢，曾国藩当时是汉人，如果说你一个汉人封异姓王、封公爵，在清政府的上层眼里呢，他们会想到曾国藩呢会影响他们的统治，特别是江南方呢又是清朝的赋税之地。那如果曾国藩他封了公爵或者异姓王，在南方到底是曾国藩说了算还是朝廷说了算都不得而知了，从而他们就采取了这种方式。在当时啊，还有人劝曾国藩取而代之呢，因为清政府已经可以说没有实力和曾国藩抗衡了。只不过呢，由于一些原因呢，曾国藩没有这么做，清政府呢也开始扶持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人。没多久呢，曾国藩就裁撤了湘军，好像是裁撤了25000人。封完曾国藩的爵位之后，就让曾国藩去北方镇压其他的那些队伍。56岁的时候，让曾国藩做两江总督；58岁的时候，让曾国藩做直隶总督，等于是让曾国藩呢到处跑，相当于是救火队员一样的。当时慈禧他们还想在两江这边插入一个钉子，在朝廷派了一个总督过来，结果这个人呢就被刺杀了，算是爆发了清朝中后期一个大案，就是下放和朝廷的博弈。那这个总督遇刺身亡之后，又把曾国藩调回了两江总督，就还是要靠曾国藩才能够使得这边的局势平稳。最后呢，是62岁的时候，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上面去世了，朝廷呢是坐草3日，追赠他为太傅，谥号文正。这个谥号在文臣里面算是最高了。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就算是曾国藩为官的第3个阶段。在整个这些时间过程中，曾国藩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。他呢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，西方先进的东西，在当时啊也开展了洋务运动，他算是一个先驱者之一。一开始我们也说了，他建立了兵工厂，建立了造船厂，翻译了书籍，派去留学生，这些呢都为中国的近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特别是他那个派去留学生那个事宜啊，后面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才修建了我们中国第一条铁路，詹天佑，就是当时他组织派出的留学生，从而呢他算是称之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。这就是曾国藩的一生啊。这只是我简短的说了一下，实际他一生可以说比我们说的精彩的多得多啊。经历过跌谷，特别是在小时候就经历过跌谷，在中年也经历过跌谷，然后呢都被他重新爬起来了，这个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。特别是在战场一开始呢是一直失败，他的兄弟也战死，他都没有崩溃，这个有点和2000多年前的刘邦有点像，屡战屡败，后面呢最终呢是翻盘成功了。曾国藩呢既是文臣，又是以文带兵的一个典范，也是当时的一个大儒。他呢开创了清代兵制变革新纪，延续了清王朝数十年。可能没有他的话，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那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。他算是晚进了清王朝，同时呢他是顺应潮流，与时俱进，倡导西学中右，并亲为实践，使中国近代化之发轫者。
刚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曾国藩的一生，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豪宅的故事。这个大院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第2年修的，当时曾国藩被派去北方，那他的夫人欧阳氏呢就准备回家居住。由于呢当时曾国藩的老宅呀出了点事情，他们就决定重新修建这样一座豪宅，就选择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主要是当时曾国藩回家奔丧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小房子，并且说这里呢作为他以后养老的地方。于是呢他的夫人他的儿子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建造了一个大院，规模还是很大的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曾国藩在历史上说他比较清廉，那么他修房子的钱是哪里来的呢？这里就有一种说法，太平天国一开始的时候在南方势如破竹，他应该是收集了很多财宝，而在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南京之后，这些财宝呢确实不翼而飞。他们向朝廷上奏说这些财宝已经没有了，可能被他们用完了。实际来讲的话，这批财宝应该是被曾国藩他们拿走了。据一些资料记载，南京城破之后，在长江上面有几十艘船从南京驶出，一路算是南下，来到了湖南这一块。按照说法，应该就是南京城内的那些财宝被曾国藩他们运回老家了。那这可能就是他们有能力修建这样大的宅院原因。当然，他们运回来的财宝不光是修建房子，还办了很多学校，算是重视教育。这就是大概这座大院的来由。那现在我们去里面转一转，这就是大门，刚才从这里进来的。进来之后，旁边呢是回廊连接着，还有很多小房间。这个回廊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下雨淋不到，太阳晒不到。这很多大家族的院落都是这样的。然后那些小房间也是有功能的，一边呢是教坊，另外一边呢就是保安室。因为曾国藩他身份比较高嘛，那自然而然是有护卫的。其实不光是曾国藩，只要是大家族，他都是有护卫的。何况曾国藩当时身份还不一样。那这一边呢是教坊，我们去先看一下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轿子，这算是8人抬轿。在以前呢，什么人乘坐什么轿子都是有规定的，特别是清朝的官员。我们之前在山西会说在清朝文1品的官员，他胸前是仙鹤，2品呢是锦鸡。那么他们乘坐的轿子也是有规定的，像1品官员、2品官员、3品官员，他们乘坐的都是8人抬轿，并且呢是绿色的。而4品官员、5品官员、6品官员呢，他们抬轿的人是4位。这蓝色的就是4、5、6官员乘坐的，这就是等级的象征。通过这个轿子抬轿的人数以及呢他们胸前穿的衣服，就能够确定他是几品官员，他是什么样的身份。在明清时期特别讲究这个等级是非常森严的。那这些应该属于明轿了，官轿不是这种，就可能是那些富户稍微有点钱财的人搞了一个轿子，这也算是4人抬轿了。这回廊还是挺长的，算是把这个大院连接起来了。这边是放轿子的，那边就是门卫室、保安室、护卫室了。在这边还有马厩，因为在以前出行不光有轿子，还有马嘛。那有些地方轿子不适合去，就骑马了。特别是曾国藩呢，也算是武将了，他文武双全。那家里肯定会养马了，只要当时大家族都会养马，因为马出行的话，肯定比轿子更方便一点。在这边还有一些灌溉工具，这是水车一种是手摇水车，一种是脚踏的。像这个就是手摇的，把水抽上来。因为在以前水利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那如果说你农田更高一点，河流在下面，那就要把水弄上来，就通过这些水车。
有大有小的哈。这种水车啊，也是一项比较伟大的发明，使得灌溉呀能够有水源，这也算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一种方式。前方就是这栋大院的主体建筑，叫做复合堂，也是整个大院的名字。这栋大院总共是修建了8年的时间才建造完成。当时修建第2年的时候，曾国藩的夫人和他的小孩呀就已经住到里面，大概是住了1年多，他的夫人呢又出去了，去跟随曾国藩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里面呢是非常大的。这个复合堂3个字，据说是曾国藩自己写的。这走廊非常宽呢，这些应该都是老物件的。墙壁上的砖有一些是经过修缮的，毕竟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通道过去两边呢是藏书楼，当时藏书是非常多啊，好像两边的角各是1个儿子的藏书楼。进来之后，里面写了一个八本堂，有个牌匾，然后上面有很多文字，这是他们曾家的家训。大厅叫八本堂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模型图，靠山。这个山本来是可以下去的，好像还有个炮楼，但下雨的话不太方便。在大厅的顶部有一块牌匾，叫做勋高柱石，这是曾国藩60岁生日的时候皇帝御赐的，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是国家的柱石，因为确实当时他称得上啊。在这个大厅的背面也有一块匾额，肃雍和鸣，这是曾国藩亲自写的。这大厅的门上面也有一些雕刻啊，不过这个雕刻啊和我们在山西看的没法比呀，主要是由于曾国藩当时他的身份决定的。他作为一个官员建造的房屋啊，不可能弄成跟山西晋商那么富丽堂皇，那么弄的。本身曾国藩的家训呢，他对钱财也就没有那么重视。这有一个大的天井，水都是从里面流出来的。天井的作用我们就不用说了，到处都能看到。这些房屋都是对称的，你看这个门都是在一条线上面的。那靠里面呢是卧室，这一块是曾纪泽的卧室，属于曾国藩的儿子，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。在1866年11月份，曾纪泽陪母亲呢等家人从南京的两江总督回到家中居住，并且呢着手兴建藏书楼。第2年又把母亲呢送到那个两江总督。在他父亲去世之后，他就回家守孝。到光绪3年又入北京，他也是非常著名的那个外交家。旁边呢是他的卧室。曾纪泽是曾国藩的第2个儿子，出生于1839年，去世于1890年，中国清代著名外交家。他呢袭1等侯爵，就等于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。曾经呢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大使，因受洋务运动影响，力学英语，研究西方科学文化。另外一边呢是曾国藩的夫人居住的地方，她叫做欧阳夫人，在这里住了1年多的时间，她又回到了两江总督府。她和曾国藩去世相隔了1年，曾国藩去世的第2年她去世了，后面和曾国藩合葬在长沙那一边。曾国藩的夫人也了不起呀，他以勤俭简朴、生产言教承担了教育子女的那个重任。我们常说，一个男人成功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女人在支撑。曾国藩能够在前线安心，那他在后方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曾国藩
他的后代能够出人头地，曾国藩的教育是一方面，那他夫人的教育也是一方面，因为曾国藩是经常在外面嘛，在老家就是靠他夫人打理的。欧阳夫人劳作图，从咸丰3年开始，他就带领子女在乡下老家生活。他在老家生活其实也是一般的，因为曾国藩寄钱给老家没有多少，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我当官不能贪财，就日子呢在家里也是过得十分窘迫。他这边的房屋大归大，但是里面雕刻并不是很多，可能只是用来简单的居住的。房间里面倒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们今天来主要也就是简单看一下故居，以及了解一下曾国藩的一生。尽管我们对他比较熟啊，但实际来讲的话，他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。这旁边都是一些展览室啊，以前是下人居住的吧。他这边的房屋其实就是分为2排，靠里面是他们主人居住的，外面一排就是伺候人居住的。这边呢属于藏书楼，这一块藏了10多万卷，主要是经史子集，还有大英百科全书，是曾纪泽的穿书阁。这里有一个曾国藩写的笃亲惜孤，意思就是说对亲人情谊深厚，上天就会赐福给你。这是曾国藩应香津水师写的，是目前发现曾国藩所书匾额中最大的，总共是2层。1楼可能是曾纪泽当时在这里看书的地方，也有可能是这里收藏了一些书。2楼肯定就是全部放书的。这边天井还是比较多的，上面还有个小亭子在山上。这房屋真的是笔直笔直的，真的规整啊。这一块是右边的藏书阁，东面的一东一西，刚好是2座藏书楼。两边的布局其实算是一样的。那可能会有人问呢，曾国藩在这里有没有卧室呢？反正按照资料记载，曾国藩是没有在这个富后堂里面居住的。就这座宅院修建起来，曾国藩就没有回来过，是他的夫人还有他的后代在这里居住，特别是他儿子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长。曾国藩在这附近也是居过的，只不过他是在另外一栋房子。现在呢，我们通过这个通道过去看一看。哇，出来像是一个花园，也非常漂亮。这里有一棵老井，曾家的老井，现在还有水呢。当时曾家居住在这里，可能就是打的这个井水。这上面有一栋建筑呢，是曾国藩亲自建造的。这栋建筑呢，是1857年曾国藩他父亲去世，他回家奔丧，然后在这边亲自建造的，这也是他唯一在老家这边亲自营造的。当时呢，他也在这里读书，这个也算是曾国藩的藏书楼。这栋建筑叫世云馆，2层的。他当时在回家奔丧的时候说，这个建筑呢，也是他以后终老的地方，就可能他想着他退休了，就来这里居住。这里有一个曾国藩的雕像。他11年出生，去世于1872年。这边是他的书房和卧室，他在这边读书习字。现在这里看起来是比较简单，我觉得在当时啊，这里应该是有很多书籍的。曾国藩这个人特别喜欢读书，特别喜欢写字，基本上每天都要看书写字。这边是他的卧室，当时呢，他在这里居住。就是这栋房屋是先建起来的，后面建造那个富后堂，可能是由于曾国藩守孝的时候在这里居住，那可能就在旁边把那个大院建起来了。
要不然不会选择这个地方。因为曾国藩当时想让这里成为他的终老之地，那后面他的儿子、他的弟弟选择建造大院的时候，肯定就不能离这里太远了，刚好就在旁边50米建造一个大院，让他父亲后面退休来这里居住。没有想到啊，曾国藩最后呢是在外面去世，也是葬在外面。这是我们讲述了一下曾国藩和这座大院的故事。那还有一点呢，我们都说中国古代有2个半圣人，一个是孔子，一个是王阳明，另外半个呢就是曾国藩。这可能呢是曾国藩一生的成就比较高，他是大儒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等等这一些，包括他治家也是非常厉害的。曾国藩呢，他以做官发财为耻，他在家书中说：“我自30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耻。”不贪财是曾国藩坚守不渝的道德底线，因而呢，他训诫兄弟子侄，如有做官的机会，必须做到廉洁不贪，两袖清风。说是这样说啊，实际来讲还是有点出入的。曾国藩在北京当官的时候可能还是如此，那个时候他比较贫穷，还要靠借钱过日子。而后面他攻破南京之后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南京城破之后，那些财宝基本上呢也算是被他们拿回来了。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，说大概是有3000万两白银，不知道真假呀。还有就是曾国藩最推崇的就是耕读孝友之家，他教育弟弟们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不要总想着做官发财，培养和保持良好的家风，并把这个家风延续下去，家庭呢才可以长久兴旺发达下去。曾国藩的那个能力很强，然后呢他的威望在他们家族呢也确实是厉害，他弟弟也是一猛将啊，也比较服他。当时南京城就是他的弟弟曾国荃率军攻破进去的，后面被封为伯爵，好像还当过山西的巡抚。曾国藩有这么大的成就，跟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关。他尽其一生都在坚持的日课，就是每天做的东西，一是读书，二是写字，这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他在道光时期就了解到、注意到写字对于修身的意义。曾国藩也认为一个人的气质源于天生，后天难以改变，唯有读书可以改变气质。我们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就心中有墨，肚子有墨，什么都不怕。另外呢，在咸丰时期，曾国藩呢算是将领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，他也坚持写字，练习书法。曾国藩也认为凡人必有师，他选择师的标准有几个方面：第一呢，具有真才实学；二呢，是没有官宦习气。他找的大多是致力于教书的大儒，或者是山林饱学之上；三是呢，注重学习和环境。这是曾国藩在看书读书的场景。曾国藩说读书需要励志，但更需要静得下心来，要能勤勉的努力，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学到知识，并努力实践。曾国藩呢，在践行过程中，每日呢省察身过、心过、口过，必写之一册，力求改进，多痛自苛责之言，给自己定下了主静、静坐、早起、读书不二、读史、谨言、养气等12条自我约束的纪律。曾国藩能够成功，他自己是一方面，然后他的家庭教育也是一方面，他的祖父也影响了曾国藩的一生。你像曾国藩中进士之后，他的爷爷就告诉他，虽然你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，但是我们家仍要种田，不可靠他吃饭，就不可靠做官吃饭。曾国藩有一句名言，说的是莫问收获，就问耕耘。他能够成就大事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使用了一个笨办法，做一件事情就认认真真的去做，心无旁骛的把它做好，把事情做到极致。确实是也是如此看他的一生基本上遵循了这个，屡败屡战，考试呢也是屡败屡考。还有一点呢，是曾国藩教育子女特别厉害，他的家教非常好，就是从他之后很多人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，把他教育子女拿出来作为
参考。按照这里的介绍，200多年来，曾国藩家族10代没有一个废人，也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，代代都有人才，得益于呢他们家族的家风家教的持续传承，不断完善。从而说，有人认为曾国藩算是半个圣人，那其实呢，也有很多人认为曾国藩完全配不上，因为当时他在太平天国运动那个时期啊，伤害了太多的人。我们常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他也算是一个代表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曾国藩那个时期呢，他做出的一些事情还是促进了历史的发展，特别是他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，使得那个时候的技术还是有所发展。特别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多个第一，可能他从小接受的是封建社会的那种教育，也有它的局限性。那整个曾国藩的故事和他的故居，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了，听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